昨天有个朋友在问，我的硬伤红前段时间生长还是好好的，怎么最近不长了？是不是缺少肥料？在夏季高温，千万不要去想施肥2个字。在高温季节，大部分盆景都会放慢生长速度，有的盆景还会出现落叶，进入到一个短暂的夏眠阶段。盆景除了冬眠，夏季休眠不可忽视。夏季高温不要施肥，不要换盆，能做的就是对盆景浇水，做好防晒措施。这本三角枫就是在缺水的状况下，树叶出现了焦边。像这种现象，在夏季高温天气，在很多盆景中都会出现。高温季节缺水，对盆景的伤害是很大的。焦叶只是最轻的一种表现。看看这盆刺兰就没那么幸运，出门2天，喷水桩就出现了问题，树叶全部枯掉了。能不能把它救活，还是一个未知数。在夏季，盆景养护场地一定要采取这样措施。我这里是用的藤类植物，用藤类植物到8月底剪掉一半，增加它的透光性。对养护场地采取这样措施，可以降低盆土的蒸发量，减少太阳的辐射。在夏季高温来临时，对盆景的摆放位置要做调整。像黑松、金担子、杜鹃类这些喜阳比较耐旱的盆景，适当的晒晒太阳，有利它们的生长，也可以促使这些开花结果的盆景发芽丰发。像刺兰、罗汉松、三角枫等等一些以观叶为主的盆景，要避开暴晒。小盆景与大盆景最好是分开摆放。在高温环境中，小盆景干盆快，像楼顶和敞露的阳台，在气温超过35度，小盆景按平时的养护方法很难扛过1天，尤其是在大太阳刮风的天气，很容易使盆景产生脱水。在夏季，小盆景的养护最好是这样，放在铺有粗沙的地方，长出的头生根还有利于它的生长，而且能平安的度过夏季高温天气。上面说的都是盆景夏季养护中的一些防范措施。盆景的夏季养护最关键的是浇水。夏季高温对盆景的浇水，不要墨守不干不浇。在高温天气，盆土的干湿程度是很难把握的，一旦你发现盆土彻底干了，损失也就来了。持续高温要做的只是浇水，保住盆景的小命，不要在盆景的生长快慢上去纠结。这里说浇水，说的是已经成活的盆景。对下层桩的养护不要轻易变动，不要急于拆掉保湿膜，树桩要放在遮阳的地方，增加空气的湿度。盆土不要过湿，更不要剪枝攀杂。能度过这个夏天，树桩才算存活。早晚浇水，给盆景洗个澡，冲掉枝叶上的尘埃，有利于盆景的呼吸，同时也可以增加养护场地的湿度。这里也是一个朋友提出的问题，在潮湿闷热的天气，对盆景喷水是否恰当？简单的讲，增加养护场地湿度与潮湿闷热是2个不同的概念。闷热是高温高湿度的大环境数据，增加场地湿度是降低温度，制造一个适合盆景生长的局部环境。对盆景喷水是高温天气防止盆景脱水的一个有效办法。像大板松、五针松，每天在浇水的时候冲洗一下，干净清爽，可以减少病虫害的发生。对盆景浇水要浇透，怎样才叫浇透？不能单从浇水时冲滴口流水就是浇透的表现，这种简单的判断方法很容易出现失误。盆土浇干时会出现收缩，浇水就会立马从底口流出。盆土的表面上是湿的，但盆土的中心是干的。怎样把盆土浇透？
有一个简单的过程：先对盆景喷水或浇第一遍水，等持几分钟，干盆土接受水会产生膨胀，再浇水就会渗透到整个盆土中。把握不准可以浇3次，甚至4次。不要误解水浇多了会产生烂根。高温天气把水浇透，尤其是在傍晚，水从底口排出，会带走盆土的热量和一些残留的有害物质。像霉菌的抽丝阶段，对小盆景浇水，现在采用浸泡的方法最多。像这样将盆景浸泡到水中，不冒泡就表明水吸足了。采用吸水绳和浸泡法，不要长期采用。小盆景最佳的浇水方式是细水慢浇。在夏季，早晚浇水要做区分，早上浇水一定要浇足浇透，晚上浇水要依据盆土的干湿状况做补充，要给盆土留有偏干的时间，这也是给根系一个喘息的机会。盆景在高温天气浇水，除了把它浇透，还要注意浇水的时间。浇水早在10点前，晚在8点后。我是山丘农茶，感谢您的收看，下期见。